不得不说，这里的灵气浓度真高。若是在此处施展一个活化术，根本不需要借助灵果补给，灵力就能保持最佳状态。难怪连师姐要那么说，不愧是修炼宝地。这个冷师兄现在对我越好，就证明他对那块五品妖兽的骨盾志在必得。如果到时候我无法夺得前3，指不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现在分秒必争，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。先看看乾坤袋里都有什么功法。这个冰寒破体倒是可以配合玄甲术一同施展，能够大幅提升自身的防御系数。这个疾行术能够提高移动速度，增强躲闪能力。师兄，你对陆师弟是否过于看重了些？他毕竟入门才不到1月。师妹，此言差矣。陆师弟自小生活在底层，一双眼睛能够洞悉世事，有着高于自身年龄许多的聪明才智。应对那2个邪修时展现出来的胆色与果决，非常人能及。因此，我认为他更适合狩猎修行。狩猎修行，那可是许多内门弟子才能做到的修行方式。是啊，不过主要还得他自己足够努力才行。狩猎修行的路上，不能有一刻松懈，必须不断督促自己尽快变强。我也不确定他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。师妹，我知道你想借助他的力量在玄心宗站稳脚跟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去找他了。知道了，师兄。这里有2枚培元丹，你拿着，回去后马上冲击4品，为1个月后的大比做准备。等你冲入内门前5时，我就允许你借我的名义行事。父亲一定不会让师兄失望。父亲就先告退了。失望吗？但愿他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啊。哎呀！这里空间也太小了，速度一快就容易撞墙。而且，虽然疾行术速度很快，但是消耗的灵力过大，不适合长久作战。一定要足够熟练才行。这小子有2下子呀！疾行术可是所有外门弟子公认的最消耗灵力又最难以掌握的法术。好，接下来练习高速移动施法。看来还没达到随心而动的地步。是我太高估自己了。算了，还是先从熟悉的玄甲术开始吧。玄甲术，再试一次火流术。这次虽然释放出来了，但威力不足。在高速移动的情况下施展攻击类法术，难度还真高。继续。他居然这么快就练成了。这小子不但天赋不错，难得的是这般勤奋努力。这次宗门大比，外门弟子这边有乐子喽。火流术，
流火蓄势，配合狂风符箓和木灵剑气，不但可以组成堪比二品巅峰的攻势，还能对二品修士的防御法术进行破甲攻击。可是这种战术对付一个3品修士还是够呛，需要再想想。对了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这可是真正的2品巅峰法术，不但攻击速度更快，威力强过火流术，甚至不需要符箓的辅助就能达到很好的破甲效果。若再配合木灵剑气，相信即便是3品修士的防御法术也能瞬间摧毁。居然有个新进的外门弟子，已经在1号修炼室待了半个月了。是的，听说穆长老特许他在其中修炼1个月。您现在过去是不是不太……我说怎么找不到穆长老人？看样子他是在故意躲我，不想借我1号修炼室。哪能啊！过不了多久，您定能成功进入内门。穆长老怎会不知？行了，少啰嗦，我要向他约战。我叫胡王，在此诚邀师弟出动一战。午时1刻，胜者得1号修炼室，我等你。放完狠话就走，这什么路子？胡王，难道是师姐提过的那个3品修士胡王？师姐说他是戒律堂堂主预定的徒弟，外门大比炙手可热的人物，现在居然为了争夺1号修炼室找上门来。罢了，姑且用它来检验一下我近日来的修炼成果吧。在下新晋外门弟子陆航之，见过胡师兄。玄甲术，没想到穆长老居然是为了一个2品修士开小灶。失算了。他为何这个表情？难道玄心宗弟子比武的时候都不喜欢说废话？既然师兄不愿先出手，那师弟只有得罪了。他这样子，难不成真想和我打一场？事已至此，索性跟他切磋一下，待我拿下1号修炼室，再给他一些补偿好。金刚术，火流术。算了，我站着不动，你赶紧动手。法力耗尽就直接认输吧，反正拼不过我，也不是多丢脸的事。虽然我们境界上确实有很大差距，但也不用这么轻看我吧。居然学会了锐金剑气，这点杀伤力，若是遇上同境界的修士，对方恐怕很难吃得消。师弟，看来你对锐金剑气的掌握很娴熟。师兄过奖了。师兄还不打算出手吗？不是吧？胡王居然挑战这种角色？这打还是不打呢？
既然师兄不屑出手，那师弟我就先行返回修炼室了。半个月后宗门大比那天，希望能有机会再跟师兄切磋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堂堂3品修士，竟然腰斩2品修士，真不嫌丢人，还不给我滚回来！这个胡不归未免也太强了吧！仅说了一句话，就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恐怕他的实力比冷师兄还要胜一筹。虽然这场比试以闹剧收场，但也算有些收获。那胡王的3品防御法术十分厉害，要是在外门大比上遇到，我几乎没什么胜算。除非，哼。冷师兄，不知冷师兄大驾光临，杭之有事远迎。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。我也是听说你要跟胡王比试，所以才特地赶过来看看。刚才的事情，你处理得不错。冷师兄过誉了。胡不归毕竟是我宗真传弟子，6品巅峰的强者。若一个不慎得罪了他，对你对我都不好。你刚才那么做，既照顾了胡王的脸面，也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，同时更不会被人看不起。总之，比我料想的结果好很多。如果害怕得罪胡不归，冷师兄大可和我划清界限，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一趟岛山峰。他这次过来，估计不单单是为了看比试，更重要的是想保我一下吧。另外，瑞金剑气掌握得不错，看得出来这半个月你没有懈怠。不过，若想以这种程度来对抗3品修士，还是有些吃力的。我看你这2品巅峰的气息越来越凝实了，应当可以随时突破到下一个境界了吧？师兄看出来了，我的灵力池规模已经达到3品初期，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3品法术来彻底奠定3品实力。这个简单，拿着，里面有一些3品法术，暂时够你用。竟然有5个3品法术，冷师兄真是财大气粗。多谢冷师兄。再过15天，外门就要进行初步筛选了。届时，外门会选出100名弟子角逐大比，剩下的事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冷师兄放心，杭之一定不负冷师兄所望。这里面不但有胡王刚才施展的金刚术，还有我梦寐以求的御剑术。这次大比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哎呀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都没怎么打起来。对呀，关键时刻胡王就被胡不归师兄给叫走了，可惜呀。哎，听说胡师兄非常护短啊，怎么会？嘘，小声点。看这样子，杭之应该没事，但愿往后他能一切顺利。我现在刚突破4品，必须抓紧时间，专心稳固境界，备战宗门大比。就交手情况来看，3品防御法术果然厉害，对付我这种2品修士绰绰有余。另外，这个胡王虽然看着十分傲气，但人还是不错的，起码没有仗着修为恃强凌弱。等宗门大比后，可以尝试结交一下，毕竟多个朋友多条路。
战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哎，这不是黄铁吗？听说他已经在山上待了5年了，终于达到了2品巅峰。这家伙不是前几天那个小子吗？哼，黄铁师兄赢定了，他实战经验相当丰富。之前在外门大比的时候，他最好的名次可是前30呢，只差一脚就能进入内门了。哎，这也不一定啊。陆师弟，碰到我你就自认倒霉吧。宗门大比的规矩，我再次重申一遍：第一，不允许下死手，点到为止；第二，对战过程中最多只能使用3张法术符箓，超过数量者视为自动认败。下面我宣布，第1战，黄铁对战陆行之，现在开始。锐金剑气！照这种攻击程度，再来一次就能彻底破坏我的防御。果然能进玄心宗的人都不简单。小师弟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啊！这么快就用掉第1张符篆？哼，小师弟，你也太奢侈了。一宁术，我流术，锐金剑，可恶！用火流术和泥泞术来干扰我！哼！怎么会？第1战胜出者陆行之，10日后正式进入外门大比，黄铁进入第2轮初选。哎，黄师兄可惜喽。还好每个弟子都有3次机会，否则今年就要止步外围了。经过第1战，总算了解了一些玄心宗的实力。后面的对手会越来越强，我要留心观察，不可大意。我一定要顺利拿下前3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败给你。陆师弟，上次算我眼拙，这次我可不会再上当，一定会全力以赴基本。他这话的意思，难道胡不归当时已经看穿我3品初期的修为？经过10日的比拼，前100名弟子已定，现在进入下一场比试。莫离长老刚刚出关，他决定在这虚幻圣境里进行一场虚幻比试，到时候你们会被投入到一个虚幻世界，
任务就是在里面尽可能击杀更多的妖兽精怪，或者是同为对手的其他外门弟子，由此获取分数。放心，你们如果在里面遇到生命危险，不会直接死亡，而会被传送出来。还有，击杀一个1品的妖兽精怪或修士，可得1点分数；击杀一个2品的妖兽精怪或修士，可得10点分数；击杀一个3品，则得100点分数。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，累计到最后，分数从高到低排位，谁的分数最高，谁就是这次比试的第1。虚拟现实吗？感情这是要大乱斗。把100号人放在一起厮杀，随便几个2品修士组队，就能将3品修士刷下去。这样的话，我这样的新人跟其他人也没什么交情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啊！一群老家伙，偏偏在小爷我闯内门的时候，整出这么个幺蛾子。哎，你说莫离长老怎么突然就出关了，还临时改变了宗门大比的试炼规则？嗨，谁知道呢？关键是掌门他老人家竟然还同意了。莫离长老可是我们玄心宗元老级的长老之一，如今突破感悟境，进入凝神境，成就尊者。大家不要多言，听从安排即可。这次的虚幻圣境里面生长着无数妖兽精怪，所有人都是分开传送到不同区域，想要组队，也要能活到那时候才行。这次比试不仅是你们闯入内门的试炼，这次比试中进入前10名的弟子都可获得进入内门的机会，同时还有500块下品灵石、1枚培元丹，还能挑选2门3品法术学习。排名前3的弟子可获得翻倍的培元丹和灵石，可挑选5门3品法术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得到一件量身打造的法器。好了，我宣布，本宗外门弟子大比正式开始。莫离师兄，开始布阵吧。好厉害的幻术！这要是做成虚拟现实的游戏，肯定会大火。看来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还是抓紧时间积累分数要紧。获得10分，运气不错。不带这么玩的！一进来就是3品妖兽，要不要这么碎呀？
破！逆金剑气，石斧收下。原来如此，施法是真，灵力消耗也是真，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是按照真实情况照搬过来。只不过身体是虚构的，所以能够保证弟子的人身安全。哼，已经得到15分了。现在对付妖兽精怪的同时，还要提防竞争对手的袭击，而且要格外注意灵力的消耗程度。哼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玩游戏嘛，我可是王者级别的，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才能真正检验出我这段时间苦修的成果。刚才这里明明有很强烈的灵力波动，怎么消失了？灵命术！啊，不好！对不住了，木灵剑气！唉，既然知道这里有强烈的灵力波动，还要硬凑过来，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自信。对了，蹲草丛嘛，哼，我的拿手好戏。说不定可以用这个方法吸引几个傻子过来送人头。虽然这个方法可行，但捕捉2品修士的积分太少，这么久才得到80分，得想想别的法子了。不错，此子的战斗意识很强，对法术的掌控也超过许多外门弟子。确实，即便将他放到内门弟子中，也不会垫底。已经170分了，我应该是第1名了。是你们！